圆了一把满川油纸伞，伞形为圆，伞骨为竹，再配上满堂川花，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满川油纸伞。做纸伞首先要砍一棵生长了3年左右的毛竹，然后放在水里浸泡1个月，这样就能去除竹木里的糖分，而且要选竹体直、圆、竹节长、平的老竹，这样做出来的伞支撑力好。泡好的竹子还要锯出伞骨和撑骨，要做1米的伞，伞骨就要留50公分。再把竹子放到炭火上烤，直到竹子所有的水分都被烤出来，这样就不会被虫蛀，竹木也不会霉变、干缩和开裂。刨去竹节，刮掉表皮，再把竹子破成厚薄均匀的竹条，就到了下一步。将伞骨继续刨平，4面都要做到平整无毛刺。接着在伞骨中段切出弧度，说实话这里挺费劲的，考究手的力度、转刀的角度，削得太多伞骨就会被削坏。再把两头削出斜度，太大或者太小都会影响伞骨的平整，导致伞不能正常开合，或者开关的时候直接破裂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把伞骨固定住，开出船槽，船槽要求深浅适中，撑骨能在里面自由活动受力。再转出穿线孔，伞骨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只需要把这一步重复64次，你就得到了一堆伞骨和支撑骨。就这些伞骨和撑骨，足足做了1个礼拜。再把樟木树皮去掉，这个用来做上葫芦头和下伞轴。油纸伞是世界上最早的雨伞，使用历史长达1000多年，也是汉族古老的传统用品之一。2009年，油纸伞的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做好葫芦头后，再用手动螺旋转转出伞柄孔，就是这个效率，还是上科技吧。你看这速度，不就快多了？再锯出32道缺口，锯口要求平整端正，锯歪1道，葫芦头就报废了。下伞轴也是同样的原理，从早上做到晚上，报废了3、4个，终于做好了。用线将撑骨和伞轴连接起来，串联成骨架。葫芦头也是一样的做法。古人分别之际都会送上一把油纸伞，伞形为圆，寓意着生活美满、早日团圆；伞骨为竹，竹报平安。最后再把伞轴对齐伞骨，用线连接起来，伞骨对齐支撑骨，卡在伞骨的船槽里。一把油纸伞最难的部分就终于完成啦。在伞轴下面开出1道缺口，用来安装竹跳，不需要任何弹簧配件，就能让雨伞自由开合。竹片开槽做成网齿，卡住相邻的2根伞骨，用线缠绕，就像蜘蛛织网一样，间隔均匀，起到了加固的作用。终于看着有点像雨伞的样子了。满川油纸伞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满堂穿花技艺，需要用不同颜色的线在伞骨和撑骨之间有规律的来回引穿3000多针，每种颜色的穿法各不相同。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赴京赶考或者做官上任，包袱里除了书本以外，一定会带一把红色的油纸伞，又称包袱伞，谐音保福伞，预祝路途平安、高中状元。从白天穿到晚上，最终组成了一朵是盛开的牡丹。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满堂穿花技艺。将伞骨均匀地涂上糯米胶，这一步也叫裱伞面。伞面要拼贴到不能看到任何接头，每层纸之间要预留热胀冷缩的空间，而且面积要大致相同，这样才能保证伞面干透后不会开裂。然后再将伞叶多出来的部分反折一下，包住边线的同时，可以让纸伞更加牢固。制作一把油纸伞如此繁琐，所以民间有谚语：工序72道半，搬进搬出都不算。终于到了伞面上色这一步，伞面绘制也很讲究，一般由专业的画师来完成，主要题材为传统国画，不过画画我肯定是不行了。伞面颜色干透后，再刷一层桐油，桐油涂抹均匀，让其渗透伞纸。等桐油干透后，再次上油，总计3次。然后再装上流苏，一把满川油纸伞就终于做好啦。